公元前205年秋，韩信率领10万大军进攻荥阳，欲与项羽决一死战，但是项羽的主力大军始终未出现。启禀元帅，找不到项羽的大军。岂有此理！项羽数十万大军躲哪儿去了？为何侦察多时都找不到？再谈。遵命。亚父，霸王命人送来新军情。亚父，我帮你读。怎么样？霸王说他已经到了敖仓30里之外，途中没有受到汉军的拦截。哦，好，只取他敖仓之粟。敖仓之粟对汉军很重要吗？敖仓是汉军最大的粮仓。当日刘邦率领60万大军攻打彭城，就是以敖仓为后援，源源不绝送上粮草。只要夺取敖仓，韩信那10万兵马就会草尽粮绝，通通变成饿殍。到时就算韩信他用兵多巧妙，都必败无疑。刘邦、韩信，这次一定要你们全军覆没。躲在哪儿呢？几10万大军能躲在哪里呢？项羽，就算你躲在天涯海角，也把你找出来！我韩信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元帅，敖仓里也派人求救，项羽率领大军突袭敖仓。是敖仓，怪不得找遍荥阳方圆100里都找不到你，原来你躲在敖仓。传令下去，3军火速启程，务必死守敖仓。羽儿要夺取敖仓，指日可待。好。这个韩信真是不知好歹，竟敢与霸王正面交锋！哼！羽儿万夫莫敌，天下皆知。为何韩信不用计智，要与羽儿硬拼呢？这点老夫怎么也想不通。其实两军对垒在沙场上正面交锋，是无可避免的事。范亚夫也何须多虑呢？但以韩信用兵之法，不会这么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亚父，为何会有这么多坑纹呢？应该是车轮的痕迹。为什么这么多？可能刚刚有大批商旅的车辆经过吧。龙驹，依你之见，这辆应该是什么车？以车辕的宽度来看，应该是一辆4乘的马车。一般运粮车，或者是商旅用的车，只需要2匹马来拉。到底什么车需要用4匹马呢？他一定是想加快车辆的速度。山坡上布满车痕，起码有数十辆以上。是什么人用这么多一样的车呢？如果不是运粮车，也不是商旅用的车，会是什么车呢？啊！汉军惨败，折损过万兵马。据军情所报，韩元帅虽然奋力抵抗，但是项羽带领的30万大军势如破竹，锐不可挡啊！韩信虽然不敌，也不至于如此啊！汉王，莫非韩元帅另有后招？汉王，最新军情，韩元帅已经烧毁敖仓，下令撤军了。什么？他连寡人最大的粮仓也烧掉了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什么希望都没了！没想到韩信平时架子这么大，对着那个项羽不堪一击。哎，范将军，成皋目前还有多少守军呢？大部分兵马已经给了韩信，只剩下8000人守城。啊！项羽有30万大军，万一杀过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还是走为上策吧，退回到咸阳再说吧。范亚夫，范亚夫，好消息啊！传来最新的军情，霸王大捷，
韩信被迫烧毁敖仓，全军撤走。现在霸王他正全力追击韩信的败军。好，要将韩信的大军杀个片甲不留。我龙驹还以为韩信是一代名将，可以与霸王一较高下，没想到在短短数日之间就兵败如山倒，落荒而逃。落荒而逃？韩信往哪个方向逃走啊？战报说他们向着西南面金锁河撤走。平安，拿地图来。是亚父。金锁河一带，方圆100里全都是平原，四周全无山泽掩护。韩信逃去那里，岂不是将自己暴露于敌前，任由羽儿宰杀？那这一役，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。韩信居然如此大意，犯此兵家大忌。韩信现在只不过是一只丧家之犬，只顾逃命，慌不择路，他简直自寻死路。龙驹，你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一辆破车？范亚夫，你觉得事有蹊跷？平原破车，车轮痕，难道三者互有关系？走了。公元前205年秋，楚汉两军会战，韩信以敖仓为饵，大军诈败，引项羽追到荥阳西南金锁河平原，利用战车阵将楚军重重围困。霸王，四面八方都是战车，再不突围的话，可能支持不了多久了。好一个韩信，居然有此一招！龙驹率领3万兵马营救，项羽得以突围败走。经荥阳一役，项羽折损10万精兵，手下大将龙驹身受重伤。龙驹！炸！夫君，你想说什么？龙夫人，你夫君他想见孩儿。夫君，孩儿在这里。夫君，孩儿啊！夫君，夫君啊！夫君。汉王，元帅派人送份礼物来给你。在哪儿见过？项羽的头盔啊！对呀，这项羽的头盔啊！你们看看，韩元帅真是有本事啊，连项羽的头盔也都能抢到手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来啊，寡人被项羽他欺压，今天终于可以出一口怨气了。哎，元帅现在在何处？寡人要亲自向他道谢啊！正前来这里。哎呀，韩元帅呀，当日寡人听到你烧敖仓啊，寡人真是心惊肉跳啊，以为你真的兵败如山倒。幸好张卿家他有知人之明，知道你还有后招啊。张良惭愧，其实当初只不过是推测之言，没料到韩元帅居然诈败，引项羽到平原，再实行战车阵法，如此诱敌之计，实为张某意料之外。得张侯爷此言，韩信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。不过微臣就此毁去汉王的大粮仓，还望汉王恕罪。哎呀，韩元帅何罪之有啊？这个项羽啊，心思缜密。如果你不是烧敖仓，又怎么能够引他去追你呢？寡人明白，这个项羽啊，说什么以寡敌众，还说什么破釜沉舟啊！
我说他呀是没遇到真正的对手。如果他早遇到韩元帅你呀，他就像丧家犬似的夹着尾巴逃跑了。项羽勇猛无比，微臣只不过是险胜。元帅，你太谦虚了。要不是突然杀出个龙驹，项羽早死在你的战车阵里面了。韩元帅，你用兵真是古今第一人。韩元帅，今晚寡人为你设宴庆功，务必要不醉无归。谢汉王。